说天然气环保，让我们农民配合，不要再烧煤了。哎，我们配合了，我们积极的买了壁挂炉，说天然气有补贴，然后每个月天然气也是挺便宜的，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我们农民积极配合安壁挂炉，把暖气给它改造了，也不再去买煤了。结果呢，用了今年是第4年了吧？像前几年的时候，一冬天还能够给补贴那么1000。从去年开始，我家1个月的取暖费是1500。我今年我是冷到不行的时候，我才舍得开暖气的，因为有孩子。你像我上次回我婆家的时候，我婆婆她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开暖气，一天就要50，一天就要50，烧不起。你像咱老百姓已经配合不去烧煤，因为污染空气。但是有没有发现，在市里他们那些整栋小区的，他们不都是烧的煤吗？为什么只有我们老百姓说啊烧煤就污染空气了呢？而且说补贴确实是有补贴，去年我们这里一方气补贴了2毛钱，我差你那2毛钱吗？我不差你的2毛钱，我现在宁愿晚一点开，我也不要你那2毛钱的补贴费。赶紧管管河北的天然气吧！一说，一找天然气公司一反映，人家就说，哎，这是人家上面定的价格，人家也管不了，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你们这儿不是没改天然气吗？为啥不使天然气？使天然气使不起呗。你们跟前有使的？没使。都先忒费是吧？对。这玩意儿天然气有啥？天然气跟那个地暖有啥区别啊？使天然气使不起。他们不是说烧天然气省吗？不是3毛还是几毛？哪有3毛啊？几块？3块多一方吧？3块一方。一方。对。这一方能使多长时间？那个？不知道它能产多少质量，反正就是，你看，包括他们村哈，那么整体没改气没人使啊。大哥刚才不说我们周围没人使，你看我们村啊也是没改气也没人使，对，就拿它做饭使，都做饭。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最近几天啊，河北、山西等地的很多老百姓纷纷在网上就讲述今年冬天取暖的困难。保定市高碑店的一个村子的村民老杜他就说，我们现在啊是掐着钟点烧，看着炉子上的数字跳，我们心惊胆战，就是生怕多烧点，这个取暖费太多了，这个冬天真的很难过。对，就是那个数字跳的，他也是心惊肉跳啊。对，你看现在有的地方气温已经达到-10几度，非常的寒冷了。但是呢，就是管控非常的严，不让你烧煤，有的甚至直接去家里就把炉子烧走了。哪怕你说烧无烟煤，也不让你烧，就是强力推行这个天然气和电取暖。一个冬天呢，取暖费就要多花上3、5千块钱。而农村的老人他辛苦种1年地，1亩地可能才赚几百块人民币。之前烧煤的时候呢，还能想办法对付。我看就有网友留言说本来之前烧煤的时候，他们整个冬天的取暖烧这个蜂窝煤的费用大概就是300人民币就可以覆盖整个冬天一个房间当然不是说整个屋子都烧，但是的话，你想农村很多老人非常的节约嘛，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房间里烧这个蜂窝煤就够了，大家就是冷的话就都待着这个房间，反正就原来就是300人民币可以过冬，现在的话就要3、5千块钱，所以很多人根本就烧不起。就是说这个寒冷的冬天啊，就是尤其对这些穷人或者说没有钱的这些农村老人来说，实在是像渡劫一样。希望他们都能熬得过去啊！今年的春暖花开能够尽快到来。我们继续看几个视频哈。这个就是农家院的主房，这个就是农家院的厨房，就是咱们看一下这厨房里边有一个装煤的这个加热的这个设备，这个是个煤炉，煤炉呢就通往屋里边的暖气，这个就是屋里通来的暖气，现在是冰冰凉做的很好暖气。但是这管子就基本上等于白水，冰凉。这个就是刚才从厨房接触的管子，它已经停了，已经断了。为什么断了呢？就是现在是整个这一片地区不让烧煤呢，这个炉子以前用过，现在就是不许使用了。蜂窝煤村里头已经下达指示了。
蜂窝煤、烟煤啊，甭管是沾煤字的，都往一个大坑里倒，就是全部让往一个大坑里填坑。你们家有煤的啊，那就算不合格，就把煤都得销毁，都填坑，自己拉到村里一个坑去。所以呢，现在冬天冷了呢，就是煤火取暖这一条路就不通了啊，就是，怎么办呢？柴火是更不行了。厕所这边呢，厕所这边堆了好多柴火，这是柴火，堆了好多柴火。但是很长时间没用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都已经沤掉了。很长时间没用了，为什么？早就不允许烧柴了啊！农村早就不允许烧柴了，不管是做饭还是取暖，都不允许烧柴了。但是这个冬天就要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回到这里去，看看冬天我们必须要烧天然气。这是灶台啊，这是灶台。灶台通知管是天然气管的，取暖边上这根主管道了，这是通往屋内的主管道啊，边上这个主管道必须要通过这个装置啊，这是天然气取暖，必须烧气取暖，烧天然气取暖。烧天然气取暖，天然气控制还要接插销。天然气取暖当然是方便快捷，但是价格贵，烧不起。一天大概要几十块钱，要取暖，要到冬天的话。现在就是3条路，烧柴不行了，烧煤也不行了，就是这个也不行了。烧天然气，你看看这个农民家里已经拿塑料袋罩上了，就是真是烧不起这个田，一天几十块钱他们负担不起。所以现在不管现在多冷的天，他们也是就是不烧，就这么扛着。但是现在还没有到严冬要来了。我们怎么办？我是一个河北人，我深知供暖对于河北人来说，在冬天真的是救命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河北之前，冬天都是在烧煤，所有的人都在烧煤，在农村老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就非常的暖和，特别的暖和。就家里面的那个墙嘛，家里的老房子，它的那种保暖性啊，做的又不是特别好，所以就只能靠烧煤维持室内的温度。然后回老家的时候，进屋子，我爷爷奶奶烧的那个屋子都非常的暖和，就比市里供暖的房间、集体供暖的房间都要暖和，就很有家的感觉。在屋子里面都只穿一个单袖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几年我回到家，只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爷爷奶奶才会舍得去打开那个天然气供暖的那个暖气片，而且还不热，就是整个的家里面都很冷冰冰的，我都不敢想他们是怎么挨过这个冬天，以及之前的很多个冬天的，真的很冷啊！那个东西，他们年纪大了，而且又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就不舍得去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的费用特别的高，就你冬天开的话，1年就要几千块钱。所以爷爷奶奶他们根本就不舍得用那个东西去供暖，更别说那些没有收入的家庭了，没有收入的那些留守的空巢的老人呢，他们不舍得开那个东西的，他们就只能靠烧煤。但是现在又禁止烧煤，所以说也请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关注一下河北供暖的问题，让河北的农村里面的老人可以舒服的度过每一个冬天。也谢谢大家。它叫烧天然气，号称烧天谁烧？我不知道俺冬天现在是怎么取暖的，反正在咱村里来说，烧气的人太少了。假如说你有一个小房间要烧暖和的话，最少得5、60，你要房间再大的话，得100左右，对不对？再说农村这个自家房跟大院楼住了不一样，它封闭呀，是不是？它烧起来它就省事就暖和，但是在咱村里来说，这费钱，这叫真费钱。但是你也没法儿，这原先那都烧炭屋嘞，搞个3、40烧的麻屋的暖和，你烧它
说句不好听话，在农村这个屋子糟了，你烧一天，可能烧个7、8度、10来度，费劲不用说，哈他奶奶不暖和。你不要认为这个村里开支小，村里现在开支也到的嘞。做空调，它不顶事，嘎巴巴嘞，做它太费事儿，太费事儿了。在北方的河北、山西这些地方，过去农村冬季取暖啊，其实主要就是靠烧煤，因为煤便宜嘛。在冬季来临之前，村民会提前储备好几百斤、上千斤的煤炭。你看山西它也是产煤的，然后烧煤取暖的时候，这个温度啊，就往往也会烧得比较暖和哈。一个冬季下来呢，刚才小王讲了，也就300-500块钱，可能多的那就是全屋子都烧起来也就1000多、2000多块钱哈。那具体来说呢，在2017年的时候，洁净型的这个煤补贴之后，每吨啊仅需200元左右。到2019年，这个价格变为每吨450元。按照一个取暖季大概需要2到3吨煤来计算，用煤来采暖啊，支出大约也就是1200多块钱左右。这个费用对农村家庭来说，基本上是能够承受的。但是烧煤它确实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散煤啊，这个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等等一些污染物哈。有研究表明，冬季供暖能够增加 PM2.5 浓度50%以上。北方的冬天基本上都是雾霾天会大大加重。现在中国的北方取暖总面积达到了206亿平方米，每年大约要消耗4亿吨的标煤，就标准煤。其中这个散烧煤啊，折合大约是2亿吨标准煤，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这些散煤在燃烧时候对空气质量确实造成了一个严重影响，这是事实哈。这也是北方冬季雾霾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嘛。那河北提供的这个洁净煤就包括洁净型煤、无烟煤还有蓝煤啊，其中以洁净型煤为主。那从2017年开始啊，河北、山西等地就开始大力推行煤改气、煤改电，目的啊就是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这个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所以你说这个出发点，咱也不能说它是错的哈，毕竟你说这个空气污染也是涉及人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哈。但是这改造后这个成本就大幅增加了。你看有农村的大叔啊，他就专门做过测试，就他家的这个取暖面积啊，大概是100平方米，壁挂炉这个温度啊，就是燃烧天然气那个壁挂炉哈，那个温度是18摄氏度，那一天大概就要消耗掉12立方米的天然气。当地这个每立方米天然气价格是2.65元，一天啊就是27块钱。那一个取暖季按照4个月120天来计算，用下来就需要花费3800多元，将近4000块钱。而且这个取暖的供暖的这个温度啊，还未必有这个煤啊就更暖和。还有一个山东济宁一个区的村民就说呀，现在他们那儿的天然气是2.3元每立方米。每1000立方米以内哈，国家是每立方米会补助1块钱，就你别烧那么多啊，这1000米以内我是给你补贴的。补贴呢是用先用后补的方式，连补3年。一个3口之家在一个采暖季大约可能就需要用1000方左右哈。那这个天然气减去补贴之后，一个采暖季的取暖费用大概是在1000出头。但河南的这个情况就更贵了啊！河南省西平县的村民就介绍说，他家用这个壁挂炉取暖一个取暖季总共大概要花费4000多块钱，这相当不低啊！包括日常的洗澡啊、做饭等等费用哈。那其他地方也基本大差不差，比如山西的这个襄汾县啊，然后也有政府的补贴，就1立方米会天然气补贴1块钱，但是这个最后算下来，这个供暖费也基本要2-3千块钱哈。总之啊，不管是煤改电还是煤改气，相比之前烧煤那1000到2000的成本，现在那大概都是每个取暖季要增加2000到3000的这个成本。那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啊！大家不要小看这2-3千块钱。对，而且我看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我觉得还挺具有代表性的。就不少像河北、山西的人就说哈，就这2-3千块，少则2-3千，多则3-4千的费用，就基本上可能80%的这个家庭他是不舍得出的。所以很多这个农村的人，不仅仅是老年人啊，甚至很多中年人就是这么硬扛过去。那老年人因为身体素质相对较弱嘛，真的有可能冬天就没有扛过去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和中年人就反正就一声声的扛冷呗。然后还有一些网友，他们不是在这个河北、山西的哈，我看还有上海本地的朋友就说。别说这个河北的农民，他舍不得一个冬天4000块钱。我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20多年了，我们家小时候爸妈也没开过这个空调，冬天都是直接扛过去的，最多就是灌点热水袋，然后晚上睡觉开一个这个电热毯。当然，上海可能不像那个北方那么冷，但是上海的湿冷也是非常非常难熬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表达，不仅是你像河北、山西这种。就是低收入的家庭嘛，哪怕像上海的城市户，他也是舍不得花个几千块钱、大几千来去冬天取暖的。可以说，在这个煤改电、煤改气这个过程中，哈，因为政府要补贴嘛，所以政府他也感到了压力山大，然后农户呢就反映是用不起，所以这你看两边都感觉到不太好。而且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你看我是南方人，之前的话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小光你是不是北方的？一口子东北口音，但实际上真不是，就是大学室友里面有北方，但是这个北方话可能太容易传到了。但是怎么说，我就是地道南方人，所以我小时候呢，我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就真的是，你看我们家虽然装了空调，但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啊，我爸妈也从来没有说就是把整个家里都开空调过，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也就是开一个房间，那我们可能3个人晚上都在那个房间睡觉，稍微暖和点。平时哈，只要不是说冷的特别刺骨难受的话，真的也就是扛过去的，就是多穿点。然后北方的朋友可能都不理解哈，就我们南方小孩冬天的时候里边要穿棉毛衣，然后可能要穿2、3层的这个毛衣，然后外边再裹这个棉袄、这个羽绒服。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去北京上大学了之后，到冬天嘛，然后我就说，哎呀，天冷了，我要穿棉毛衣。然后当时我们北方的室友都觉得很惊讶，对这个名字说棉毛衣是个什么东西，又是棉又是毛的。然后他们后来一看说，哦，是秋衣。然后他们都很惊讶说，听我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要穿这个秋衣，然后再套2层毛衣，再穿外面棉袄嘛。他们说基本上就没有过，就是秋衣外面套棉袄，可能最多穿一个毛背心，因为都有就是北方长江以北就普及那个宿舍里还有家里都有那个暖气嘛，就是他们就不会存在说这个特别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对于我这种南方哈，这种夹粽子式的穿衣服，冬天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就是一般就是秋衣，最多在一个毛背心，外面穿一个棉袄，然后进屋子就夸夸就全脱了。特别热，经常冬天在房间里就穿个短袖就行了。所以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真的就觉得哇，一下就觉得太爽了冬天，因为所有的室内都是有暖气。哎，不过讲到这个，就是说你看像河北、山西现在就是强制的这种天然气取暖嘛，但是费用挺高，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王，你们小时候呢？因为大王是北方人嘛，就是那对于东北像这边或者说北方的这种家庭是收费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说句实在话。我从小在东北长大，那么多个冬天，过了那么多，从来没有感到冷过，就在室内啊。但取暖费呢，会很高吗？我就跟你说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用煤来取暖，你想，就那个时候经济还没发展起来呢，但是家家户户这个房间都会烧得非常暖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它煤便宜啊。然后每个家都要么是住平房的话，就是有土炕啊，有的家庭条件好点，甚至还搞一个小型锅炉。然后住楼房的呢，那就会集中供暖，集中供暖的费用也不高。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想过这个，包括农村的家庭，他们就没有觉得这个冬天室内温度冷过啊。所以即便在那个时候经济还没发展起来，但我们有些同学呢，他即便家里在农村，也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说家里面在冬天的时候那个屋子里会冷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对于农民来说，用煤、散煤或者是无烟煤等等来取暖的方式是最经济、最划算，而且会保证这个取暖效率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啊，这个煤改气和煤改电也存在这个设备的配套问题。大多数的农户其实只改装了炉具，没有同步改造这个供暖的取暖的系统，等于是小马拉大车。如果你没有改造这个取暖系统的话，水循环就会变缓，热交换效率是有折扣的。所以天然气的取暖设备在启动设备啊、管道压力控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操作的难度，不少村民就遇到过这个设备停用，就只能求助于村干部，只能干冻着。而且呢，那农村房屋嘛，那主要是砖瓦结构，往往又是高门大户的那房屋就没有保温层嘛，所以取暖这个能耗会较高，不利于保温。所以用煤这种便宜的这种燃烧物来说，对他们来说是更为划算的
现在摆在面前呢，就是一个两难选择，你污染重要还是低成本重要？那如果这些农民他普遍年收入，比如大家家庭收入10万以上，让他们用天然气，然后降低污染，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也算是比较合理的。但问题是，他们显然普遍没有这个收入嘛。那即便年收入有10万，那5、6千块钱的其实取暖费也占了年收入的1/20了。光是取暖，你想就要1/20，还有什么老人的养老问题、孩子上学，还有对未来做一些储备所以10万块钱的家庭年收入也真的不能说高。如果还要拿出5000块钱来取暖，其实也是挺心疼的。所以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听取意见之后再做这样的决策那要解决这个矛盾，把天然气的价格降低，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成本它就在那儿放着。目前看比较可行的方案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继续加大补贴力度，并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就说白了就是2次分配。那你既然要降低污染，那在这个取暖方面给他们2次分配，能多一些补贴。第二就是要因地制宜选择取暖的方式，就要实事求是嘛，根据农村资源的当地的情况和收入情况，还有他们的居民的习惯、经济水平来出发。对于当地经济会稍微好一点的地区呢，那可以做一些推广加大一些补贴。对于那些确实这个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你要么就加大补贴，要么就还是先暂时要暂缓这种推广和应用第三点就是要研发那种低成本的燃煤污染过滤技术。这个是我认为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就是能不能给这个燃煤和木炭的这种取暖方式，因为它最便宜嘛在烟囱或者是烟道上面设计发明一种成本低的过滤装置，把大部分有毒害的烟尘给过滤掉，然后要保证这个滤网比较能够低成本的进行清洁或者更换那目前主要是在工业领域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烟气的治理技术，比如这个带式的除尘技术，现在已经整体的除尘效率能达到99.8%了可以非常高，但是成本不低不适合家庭使用。那能不能开发出适合农村家庭使用的、成本低廉的，又能够简易安装的这种装置呢？比如在烟囱上加装一个几百块钱的过滤器能过滤掉70%到80%的有害物质。这样呢，既能保留烧煤的低成本优势，又能大幅减少污染。你也别追求99%了70%到80%就已经能够大幅降低污染了，又能让大家的房间都能暖和起来。这需要这个科研机构和企业投入研发我觉得在这上面发力去投钱是非常有价值的。总之在这个冬天，在经济的寒冬之下，会显得格外的寒冷。千万不要再因为取暖问题引发悲剧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是特别好、特别温良的老百姓，要求也真的不高。他们现在可能只是想在冬天能暖和一点，他们舍不得花比较高的取暖费，但是呢，也肯定不希望在零下10几度的天气里面挨冻环境保护固然重要，老百姓温暖过冬同样重要。希望有关部门能真正听听他们的声音，拿出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让老百姓负担得起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好，本期就讲完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方法，或者你有什么科研成果和思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